你知道成為一名戰機駕駛員的最高年齡限制是多少嗎？要知道，在全世界絕大多數頂級空軍強國裡，你想要以新人身份踏入噴氣式戰鬥機的座艙，年齡上限通常被卡得死死的，通常在30歲到33歲之間。而在很多國家，这個數字甚至被壓縮到了24歲乃至20歲以下。以美軍為例，空軍上尉或軍官想要報名參加本科飛行訓練，官方規定的硬性年齡門檻是不能超過33歲，即使拿到特殊豁免，也至多寬限到35歲。而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對艦載機飛行員的要求更嚴格，通常要求在32歲甚至更早之前就必須完成入伍遴選。換到咱們國内，空軍和海軍招飛的黄金窗口期更是集中在17到20歲的應届高中畢業生，以及部分24岁以下的大學應届本科畢業生。這就意味着，當你跨過30大關，突然覺醒了藍天夢，想當飛行員了，基本不可能，除非在遊戲裡。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軍隊寧可花大價錢去招收培養那些小年輕，也不肯要超過30歲的人呢？怎么說呢？年輕的身體擁有彈性極佳的血管網絡，極其強壯的心肌收縮能力，以及強悍的肌肉代償反應。而一旦過了30歲，哪怕你每天泡在健身房，心血管系統的生理退化也是不可逆的，血管彈性下降，颈椎和腰椎间盘承受离心力的韧性骤減，一趟高强度的飞行下来，大龄飞行员的脊柱損傷風險和黑市概率會呈指數級上升。那麼你知道培養一名合格的飛行員要花多少錢嗎？少說也得數千萬。從初級教練機、中級教練機到高教機，再到雙座改裝機型和真正的列装戰機，每1小時的飞行成本都是幾萬到幾十萬不等的真金白銀。這還不算砸在高級模擬器、航空航天、醫學保障以及大量航空燃料上的天文數字。正因如此，各國的空軍部隊在簽合同時都會要求新進飛行員在拿到飞役勳章後必須服役至少10年的现役。我們來算一筆賬，如果你在35歲時才剛通過招飛遴選，等摸爬滾打完成全部高教機訓練，拿到戰鬥機飛行員資質，你可能已經38歲了。再履行完10年的现役合同，你就直接奔着50歲去了。而到了這個年紀，人體機能早已無法勝任一線高強度的超音速戰術飛行，軍隊砸了幾千萬把你培養出來，結果你只能在主力站位上飛，短短幾年就要退役或轉崗，這在軍事採購和人力資源成本上顯然是不划算的。最後就是關於大腦神經元反應速度的生物學規律。高空超音速空戰中是按毫秒來計算勝負的戰場，兩架以2馬赫速度相對相向而行的5代機，閉眼1秒鐘，兩機距離就縮短了1公里以上。在這種極限戰術環境下，飛行員需要在一瞬間處理態勢感知屏上的幾十種數據，判斷敵我態勢，做出決策，並操縱桿發射導彈。年輕大腦的神經元突觸傳遞速度和神經反射弧經過專業訓練後短得嚇人，他們能憑借直覺和極致肌肉記憶做出避讓或攻擊反應。而隨着年齡增長，人類對全新複雜電子戰系統和3維空間態勢的腦力吸收速度會明顯放緩。當然，看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我是在忽悠你，因為在網上經常能看到40-50歲的空軍師長、旅長，甚至特技飛行表演隊的隊長依然開着殲擊機在天上有說有笑，這又是怎麼回事呢？這裡必須分清成為飛行員的入口年齡和退役飛行年齡的本質區別。軍隊限制的是零基礎大齡新人的入場門檻，而對於那些20歲出頭就已經入伍、擁有數千小時噴氣式戰機飛行經驗的資深飛行員來說，他們的身體早已適應了高智力環境，大腦裡刻滿了戰術直覺，這種積澱下來的空戰經驗和戰術指揮能力是任何新人無法比擬的。只要他們的體檢各項指標符合特類飛行員標準，完全可以一路飛到45歲甚至50歲以上，以指揮官或教官的身份繼續統領空域。